美国军方已将萨德反导系统紧急运往以色列，萨德目前已就位，不过他拒绝透露萨德反导系统是否已投入使用。萨德防护区域较大，因此也被认为是对爱国者反导系统的补充。美国军方希望通过部署萨德来保护以色列，防范伊朗对预期中的以色列报复性袭击所做的回应。有消息透露，预计美国会部署大约100名美军官负责操作萨德系统。就在布林肯前往中东之前，却发生了绝密文件外泄事件，内容恰好事关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计划。消息透露，这份文件的日期标注为10月15号至16号。最初由一个名为中东观察家的账户在电报社交平台上发布，随后在网上传播。这些文件被标记为绝密，并特别标注只能由美国及其最亲密的盟友五眼联盟查看。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证实了该文件的真实性。该文件被曝来自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文件详细描述了最近几天以色列几个空军基地为报复行动采取的准备措施，包括组织了一场大规模演习。文件还详细说明了以色列无人机单位所做的准备。文件甚至连参与演习的机型、使用地对空导弹等信息都掌握。美国舆论普遍认为此事影响较大，而且令白宫丢脸的是，此事暴露了美国监视以色列的事实，将令两国本就不断走低的信任关系进一步受到侵蚀。This is obviously going to cause some consternation, to say the least, in Israel itself. And of course, it comes at a very delicate moment between the U.S. and Israel. And it really reveals, I think, something interesting, which is that for all of the United States' efforts to get information directly from Israel and, intelligence about what they're planning to actually do in Iran and having all of these conversations, they're still collecting intelligence on them and doing surveillance on their activities. 美国空军退役上校莱顿直言，此事破坏性极大，定会迫使以色列改变报复计划。他分析，不排除泄密者还掌握更多内容，后续或陆续公布。Well, it could be quite damaging, and it could be an indicator, Jessica, of several different things. One of them might be that the Iranians have somebody who is working for them within U.S. intelligence. That would be a very bad thing, to put it mildly. The other thing could be that it's somebody who is trying to, in essence, take matters into their own hands and trying to prevent Israel from doing things by revealing what the Israeli plans are. 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这次泄露的情报当中还提到了以色列的核能力问题，所以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地区国家包括国际社会对于以色列潜在的核能力会有更多的批评，尤其是以色列对于现在的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一些破坏。目前，美国正紧急调查情报泄露事件，而在该事件发生后，内塔尼亚胡还与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通了电话，表明对于报复伊朗的行动，以色列将根据自身利益做决定。特朗普随后对记者表示，二人的通话非常愉快。他对内塔尼亚胡说：“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此前有消息称，以色列碍于白宫的压力，决定不攻击伊朗石油或核设施，而转为军事设施，报复时间就在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前。此外，随着美国大选临近，如果他在选前不断扩大自己的战略利益或者战略空间的话，美国无论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敢对他进行施压，因为在这样一个特殊的选举时刻，谁都不会得罪美国国内的犹太选民。有消息称，美国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已在以色列投入使用。那么，萨德将如何补足以色列的防空反导系统？可否视为美国对以军援的升级呢？10月1日夜间，伊朗对以色列进行的导弹饱和攻击中，80%以上的导弹突防成功。以色列的反导系统暴露出防护范围小、无法应对饱和攻击等缺点，而这些缺点是以色列无法在短时间内弥补的。于是，以色列只能求助于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请求，美国迅速答应向以色列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与以色列的剑2、剑3以及大卫投石索反导系统相比萨德系统最大的优势呢，在于配套的 TPY-2 雷达对弹道导弹的最大探测距离可达2000公里，是以色列反导系统绿松雷达最大探测距离的2.5倍。因此早期预警能力更强，能够给反导系统争取到更多的反应时间不仅如此萨德反导系统的拦截弹能在大气层内外进行拦截，而且呢，最大拦截距离可达200公里，最大拦截高度180公里，理论上可拦截伊朗目前列装的所有型号弹道导弹。不过，
萨德系统要想在以色列发挥重要的反导作用，需要较多的数量，因为一套萨德系统只有48枚拦截弹，理论上最好的拦截效果也只是拦截48枚弹道导弹。而从10月1日夜间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攻击来看，伊朗完全有能力在很短时间内发射200枚弹道导弹进行饱和攻击所以美国现在部署到以色列的一套萨德系统根本不够用即便接下来美国在以色列部署第2套萨德系统那么连同以色列的国产反导系统，理论上也只能拦截120到130枚左右伊朗的弹道导弹，仍不足以应对伊朗导弹的饱和攻击但是呢，话说回来，1至2套萨德系统用来掩护少数几个以色列的重要城市还是可以的，这可能也是美国在以色列部署萨德系统的最大意义吧。美国军方泄露文件揭示，以色列有核武器，计划报复伊朗。那么实际上，以色列大概有怎么样规模的核武库呢？它会将核报复列入选项吗？以色列是拥核国家，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至于以色列的核武库大小以及核武器类型、性能等情况，以色列方面严格保密，外界无法了解详情。但是有关以色列核实力的分析报告，在世界上却有很多，其中不乏一些权威研究机构的报告。据瑞典国际和平研究所公布的最新核武器报告，以色列现役核弹头数量大约为80枚，虽然比2007年报告中的150至200枚核弹头显著减少，但以色列现役核弹头的使用灵活性和打击精度都有大幅提升。美国日裔军事评论员凯尔·勾尚指出以色列现在已经形成了3位一体核力量，空击核力量主要是特洛诺夫空军基地的核炸弹仓库，以及用来投掷核炸弹的以色列空军第69铁锤战斗机中队 F-15I 战斗机。陆基核力量主要是部署在塞多米哈导弹基地第150、199、248导弹中队，部署的是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杰里科2和杰里科3弹道导弹。陆基导弹配用的核弹头储存在提罗什村附近。海基核力量主要是部署在海法军港的6艘海豚级潜艇，每艘海豚级潜艇有4具60毫米鱼雷发射管，专用于发射伯利恒潜射核巡航导弹。以色列长期奉行的是累积威慑核战略，即公开场合不承认也不否认自己拥有核武器，让外界去猜，但暗中积极研究、制造、生产核武器，进行隐形威慑。一旦需要，以色列便会不惜一切代价率先使用核武器，给对手以快速沉重的核打击。累积威慑核战略具有明显的隐秘性、灵活性、务实性、攻势性特点。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行动是否会动用核武器，要看双方的对抗情况。10月1日夜间，伊朗对以色列进行了导弹打击，那么以色列接下来可能对伊朗的报复行动不会使用核武器。但如果在以色列报复之后，伊朗再次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导弹攻击，尤其是造成以色列重大损失的话，那么会刺激以色列将核报复列为后续报复选项的。那在您看来，目前中东会有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他所谓7条战线上作战，最重要是要实现什么目的呢？中东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主要有这样几个因素制约：一是以色列和伊朗现在都无心也无力进行大规模对抗，以色列目前应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2个方向的作战都深感力不从心，更何谈去对抗伊朗这个庞然大物而伊朗国内局势不稳，最希望的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稳定内部。这也是伊朗选出佩泽西奇扬这样的改革派当总统的主要原因嘛。在地理上，以色列和伊朗相隔上千公里，无论谁都无法支撑长期大规模的攻击。二是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都不愿意卷入，而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都有不俗的实力，又夹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客观上起到了隔离以色列和伊朗大规模对抗的作用三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不愿意看到
中东爆发全面战争。即便是美国也是这样的态度啊。美国虽然袒护以色列，但不会允许以色列破坏美国的中东战略，将美国死死拖在中东啊。这次以色列报复伊朗的绝密计划泄露，不排除是美国故意为之，警告以色列不要把事儿搞得太大，导致中东局势不可收拾。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内部的日子并不好过，受到两头挤压，极右翼认为他做得不够狠，温和派认为他做得太过头，所以内塔尼亚胡夹在中间，整天要平衡两方势力，心也很累啊。对内塔尼亚胡来说最想达到的目的是保持冲突不停止，但又不能急剧扩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他不被清算。如果冲突停止，那么以色列就会陷入内斗，内塔尼亚胡必然会受到清算。如果冲突急剧扩大，那么就很可能失控，内塔尼亚胡就会失去掌控能力，命运同样会很糟。只有像现在这样一直打，但烈度又不太高，才是内塔尼亚胡最想要的。不过内塔尼亚胡这么玩火是很危险的，因为只要冲突持续，就很可能有意外发生，脱离内塔尼亚胡设想的轨道了。